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2025年3月20号。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2点半到1点，只有30分钟。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把你们想要提问的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几句现在这个大盘的情况。今天这个大盘呢，目前是有一些变化。首先，反弹已经够比了，从这个5004的这个反弹已经够比了。但是呢，昨天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新闻，或者说看过他的直播了。那么，他昨天的这个，我们简单说几句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以及他的这个大记者会，很多新的东西出来，它是保持利率不变。之所以不变呢，因为它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尤其是这个贸易战呐，对吧？然后他说这是保持利率不变，然后等待新的数据出现，或者说等待更多的他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出来之后再做变化。但是他也说了，这个通胀只是暂时的，他又用了那个词儿 transitory， 就是这个短暂的。然后呢，他现在说，经济下滑的这个危险大于这个经济通胀的这个情况，他们现在是非常紧密的观察这个。如果说出现了经济下滑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会出手的。但是呢，他们不会先于这个出手，对吧？这有点类似那种守株待兔，或者说不见兔子不撒鹰，这也很正常嘛。在这个事情没有出现变化的时候，他确实要多等一等，多看一看。看一下事情的新的进展之后，再做这个应对，这是很正常的，对吧？但是呢，这个的所以整体的美联储的表达是比较鸽派的，就是英文叫dovish， 就是大家在财经里面经常用的 dovish 或 hawkish 就是比较鹰派，就是比较强硬。那么鸽派的话就比较温和，对吧？所以说它是受到这个的鼓舞。现在这个图形上稍微有一些变化，你会发现这个有点慢慢往上爬的节奏。我们看一下这个从5504爬上来这段的这个几根 K 线，它这段现在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1小时上，这个高点是在昨天他做答记者会的时候出的这个高点，我们把这个高点的价格拖过来。所以说最高点在5715，它这个1小时上是满足3笔了，但是呢，今天是一个快速低开，快速拉回来。你会发现现在的节奏也有一些变化，就是有点慢慢涨的节奏，发现没有？尤其从昨天开始，它是慢慢往上爬。所以说，如果说能够维持这个节奏的话，也就是说，因为牛市的节奏是快跌慢涨嘛，这段的这个节奏是满足这个节奏的，对吧？所以说，如果说是能够满足快跌慢涨的这个节奏的话，那么这个有希望能够再往上爬一爬。那么就是日线上看看它能不能够再往上爬一爬，爬到 0.5 甚至爬到 0.618， 也就是看能不能爬到5900。5900的话刚好也有一个120天均线在这里。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以这种方式慢爬的话，那么很多在下面割肉的人可能就要追涨了。那么这样的话，爬到5900刚好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阻力位，然后基本上也就到3月底或者说到4月中了，那就开始出财报了，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目前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倾向于它能够慢慢往上爬上去，爬到5900再看。所以说，如果说没有更多的特朗普那面没有更多的比较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出来的话，我目前是保持这种状态。所以说这个5504的话，可能是目前短期的一个底。而现在这个位置就，我的这个建议是逢低做多，就是有回撤的时候就买多，
然后它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缓慢爬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做空的话，那就看它的有没有快速下跌那种，吃一小段。好的，现在就是对标普简单说一下，现在它这个整体节奏有变化，跟大家提一句。看一下这个，先看 Tomlex 问的 KOLD， 这是一个做空天然气的，应该是做空天然气的一个票。那么天然气不论是做多和做空都不好做，如果说你有能力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这个图形。天然气是因为它是做空天然气嘛，所以说它是天然气跌过一阵儿，然后又涨过一阵儿。那么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月线的这个周期。那么这个在4.5块这里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最低点，对吧？针对这个的话是最低点。那么现在是它有过一次回落，然后如果说你以这个最低点作为这个防守的话，因为它是做空天然气的嘛，对吧？不知道是几倍的啊，它这上写的是 ultra 不知道是2倍还是3倍，给自己看一下。但是那么就是看它能不能够扛得住这个位置，扛得住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月线大2买，对吧？你要做空天然气。那么看一下这个周线上，的话，这里有一个大中枢。我们可以把周线这个中枢给它画一下，这里周线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枢，就是一个下上下这样前3段就构成了一个这个中枢的这个构造。那么这个中枢它一直这里是出现过一个3买，那就是变化了，那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它从最低点到这里是一个盘整上。然后现在是有希望做一个盘整下，那么这里是下上下，然后又构成一个中枢，所以这里还有一个中枢，就是下上下，这里还有一个这个日线周线中枢。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周线中枢的这个就是下降这段，以这个最高点作为下跌的话。你可以比较一下它的进入段，还有它的离开段。现在已经跌破了等比例了，也就是说这段没有背驰，对吧？这边没有背驰，你要做多的话就谨慎一点。那可能是一个弱的反弹，可能是一个3卖，然后再继续跌，对吧？所以现在周线上这里这段没有背驰，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更小周期日线。那么日线的话。这是一个1、2、3、4、5、6、7，已经走了7浪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日线的这个结构给它画一下。日线上已经走了一个7浪下，所以说，做这种带这个杠杆的衍生品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你如果说只是为了，短炒的话，那么就不要长持它，因为它这种。衍生品嘛，都这个损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现在是一个1、2、3、4、5、6、7，现在是第8段还没有完事，对吧？所以说它非常弱。如果说想要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偏强呢？就是这里有一个类中枢，你可以把这个类中枢给它画出来，就是日线上最起码要突破这个小高点23.85。要有非常有力度的突破23.85，你才有可能出现一波往上走，对吧？它如果说在23.85和下面这个20.3这个区间在这震荡的话，也可以。所以说不好做。你如果说这种票是非常难做的，你要是有能力做短炒的话，就先围绕这个最后这个中枢去操作就好了。然后再看这个李琴朋友问的 Palantir。Palantir 的话，想做短线1小时或半小时，看一下。那么 Palantir 的话，它从最高点，我们之前讲过它的节奏，那个从这个21.74这个位置是到125.41，在周线上是1笔上，因为它周线的1笔下还没有完事儿，
我们看一下冲不出来，只有4根 K 线，对吧？如果说你这里用包含处理之后的话，周线上只有4根 K 线，不满足笔的回落。但是呢，如果说用递归的话，你可以从前面这根 K 线先当一笔回落也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在交易上和在理论上的一个差别。如果说不当一笔的话，那就还是21.74上涨，它之前全是以一个浪形模式往上走，看到没有？是一个7浪上去，然后一次回来碰到这个高点了，现在在这里做中枢，对吧？现在这个反弹也够笔了，这个最高点89.8，那么就看这一笔反弹的延续嘛。你要做多的话，它继续延续上涨，你就赚钱，对吧？它如果说延续结束了，你做多那就亏钱。所以说就看它的延续性。你也可以从最高点先测一个黄金分割，现在反弹连这个 0.382 都没有碰到，对吧？ 93.99，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有没有机会做更小周期的。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分析这个 Palantir 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一次分析 Palantir 应该在这个位置，我当时还特意讲了，到了120均线的时候先卖一卖，因为它这正好是一个123段。我当时还讲了回来的位置怎么再把抓回来。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李朋友有没有按照这种节奏做，对吧？按照这种节奏做的话，你是卖不飞的。就是卖了之后，你要想怎么买回来，你不能说我只会卖不会买，那你的交易是不是闭环的，对吧？你只会卖不会买，或者说只会买不会卖，那你这个交易不连贯呢，你只会单向操作。那么在它的1小时上，这里已经有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了。所以说这个位置在当下的时候，你能不能买回来？你这个位置买不回来，这个位置它有一个2买啊，次级别有一个小2买，这个位置有没有买回来？也就是说它的5分钟上或者15分钟上有一个2买，那么你在上面这里卖了，在下面这里没买回来的原因是什么？你自己需要去复下盘，对吧？因为它现在我当时也说了，它只要不出现快速下杀的时候，那就会在这里做中枢。上一次我解盘的时候，上一次我做直播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位置没有买回来，就看一下自己肯定是操作的没有连贯性。那么现在这个中枢的结构我们看一下，有进入段，就是1小时上这个结构，这个走势类型有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先比较一下进入跟离开的力度，等比例在 91.77， 也就是说它需要涨到 91.77 才不被持，对吧？现在没到 91.77， 说明就开始有回落，说明它的内部，说明首先这一段跟前面这段比力度是弱的，被持。然后你看它这个那个 MACD 跟前面这个面积 MACD 的面积比前面的弱，所以说这个上涨这段明显的偏弱。所以说你现在要关注的就是上涨这段的内部，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然后1小时上我们看一下，应该也是出现顶纹型了，1小时已经出现顶纹型了，对吧？现在就看它，先看一下内部结构有没有结构能够让它继续往上走。那么15分钟上是有结构的，我们把这个稍微把它这个时间给它切到1小时上，这样的话我们15分钟上是干净的。现在能够看到我这个高量的这个，那么我们来画一下15分钟上这个起涨点，从这个 81.77 到这个 89.67， 在15分钟上有一个很清晰的中枢啊。所以说针对15分钟这个中枢还不够饱满呢，这个回来的话，它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还是15分钟的小3买，还可以再打一个高点。如果说它跌的比较深的话，回到这个比如说120均线，那就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它还可以围绕15分钟上这个中枢继续震荡，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对吧？所以说就看你能不能够，现在这个回落严格定义是不够比的，它这里有包含关系，这个回落还不够比，你也可以测一下 89.8， 对吧？那么现在
看能不能够踩到 86.9， 但这个周期是相对偏短的，只有15分钟。就是说15分钟上你如果说能操作的话，看这一笔的这个力度是一个弱反弹还是一个强的，强的话就会再次突破 89.8， 对吧？弱的话这就看它在这里是不是要做一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小 A 中枢、小 B 中枢，然后高低点还有接触，又变成了一个升级的大中枢之后，看它继续能够继续往上走，对吧？这是这个出现3买的这种情况。如果说拉回来了，那就是这个中枢居中震荡，对吧？所以现在啊，你所能做的就是15分钟这个中枢，观察15分钟这个中枢就好了，因为你在这个30分钟也好，1小时上没有办法做，对吧？因为15分钟上它这个结构还没完成的，结构是由小慢慢生长到大，你不能说我现在只观察30分钟和1小时。那说就像禅师说过的一个比喻，就是你的显微镜，你的显微镜如果说放的很大很小的话，也就是说你的级别放的很大的话，那你看的是不够清晰的。你只有把你的显微镜的度数加大，也就是说降低周期，比如说到15分钟上，因为它现在是有15分钟上是有结构的，你可以利用这个结构来观察，有中枢的，对吧？有中枢之后你就好观察了，看它现在所处的位置跟中枢的这个位置是在中枢上还是在中枢下还是在中枢之间内部。所以说这就是你现在是需要用15分钟来观察它，只有15分钟这个结构结束之后，也就是说它回来给一个3买再打一个高点，它可以结束了，才有可能1小时上或30分钟才出现变化。所以说你不是你想做什么结构，而是说现在是在生长在什么结构上，你想做1小时或30分钟上，它没有机会啊，你没有让你进场的这个点位。所以说不是你想做什么结构，而是说现在如果说你想做什么结构也可以，那但是你要等了，对吧？你需要等待这里1小时上，要么回来继续回到这个中枢阵，或者说1小时上给一个3买，然后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但是因为它现在这段你还有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呢？那你谈不上1小时上。所以说现在就是看你仔细观察15分钟上它这个一个走势生长就可以了。然后再看 Derek 朋友问的这个MicroStrategy， 它这个跟特斯拉跟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在240入场，240基本上是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就又买到了这个下面这个位置了，对吧？我看一下这个低点231.62，那就是说出现了一个新低231.1，那就是说你基本上是买在了这个出现它次级别出现了一个背驰之后，买来了这个位置，买的非常厉害，对吧？我发现这个 Derek 朋友做单做的非常好，基本上已经有自己的判断，然后知道怎么进怎么出，所以说你学会了缠论之后，其实做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看的太多，因为你做的太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看不过来，出现买点的时候你可能没看到，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 MSTR 或者这个 MicroStrategy， 它现在就是又反弹也够比了，然后也没回到这个中枢，然后又受阻于120天均线，发现没有？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内部的话，1小时上应该起码有5段，1小时上看一下只有1次回落，30分钟有没有5段？这次有1次回落，2次，30分钟上的话，这里是有一个中枢。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比特币因为今天那个特朗普还发了一个视频，但是他那个视频呢是一个录播的视频，
反正也是巴巴的说了一堆吧。但是呢，我看比特币那边也是冲高回落，并没有一个实体的上涨，因为他说的那些并没有要这个有计划买比特币，他只是说我不卖了，对吧？那么整体的市场或者说那些参与者机构，他们就可能没有买入的一个动力，所以说造成这个比特币也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那么针对这个 MSTR 的话，看着它这个离这个中枢太近了，离30分钟这个太近。当然了，我现在只是说预测，或者说按照现在这种情况，它很大概率会被拉回来。可以看一下这个中轨在哪里。如果说被拉回来的话，那就是其实还是在做中枢震荡，那就非常偏弱。如果说你在240买的，那么在这个30分钟出现顶分型之后，因为它走的是偏弱的嘛，对吧？可以先卖一些，或者先卖一半，然后再看它这里中枢震，甚至它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砸穿，因为日线上已经够比了呀。日线上可以够比，相当于针对上面这个中枢还是一个大三脉，它还可以再下来的。所以我建议先减一减之后，起码减一半，对吧？减一半，它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位120天冲不上去的话，可能还要再次打掉这个231之后出现盘整背驰，也就是说周线上可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落之后，才能可能有一个再上去，甚至是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这是一个大 A， 再做一个大 B 再下也可以的，对吧？所以说跟比特币相关度比较高，那么现在是没有大的行情，那么就只能做短的。在没有大的行情的时候，先吃一段，不要期待着啊，我这里240买了，我就拿到前面的543去。它没有，市场不给你这个行情，你也吃不到的。再看一下他问的谷歌。最近这个科技公司大科技的七姐妹啊，都是回落了好多。其实，大家如果说不知道买什么的话，你就买这些七姐妹就好了，因为他们如果说在这个市场都表现不好的话，那些小公司就更难玩了。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你不知道买什么的话，你就买七姐妹。那么，它这个周线上已经回落够一笔了。回到高一笔之后，也没回到这个周线的中枢，但是现在也没有明显的这段底分型也没出现。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日线上，把其他的清掉。日线上出现过一次反弹，但是不够比。然后它的小周期上肯定是1小时上，这里肯定有俩中枢了。这个跟那个 Facebook 跟那个 Meta 这个结构很像，应该就是这些大的科技公司都差不多。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它清到所有的结构上，看一下1小时上，从这个280下来之后，你看这个1小时上有一个，这里有一个中枢吧，然后在这里又做了一个，它应该跟那个 Meta 很像 ，Meta 那个是做了3个中枢。我们之前上一次在周二分析的时候，这两个价格应该有碰到 168.4， 然后这个是 168.46， 看到没有？刚好回去了。这就是你很多时候说技术分析没用，为什么就冲到了 168.4， 就是比这个中枢的上沿高一点回去了呢？为什么不冲到 168.39 呢？对不对？所以说技术分析你说没用吗？这搞得好像就是他们看着图形来做的。如果说你在看盘的时候，因为这个中枢在没有这个之前，你已经有这个图形了，你发现前面这里冲到中枢内部，然后又下来了，冲到内部又下来了。所以说你如果说做短线的话，你如果说只做一波的话，那么这不是一个相同的模板吗？就相同的 pattern， 这里面下来了，那这里也是啊，弱呀，对吧？回到中枢里面又被砸下来了，因为这里是一个大的套牢盘呢。好多人在这个中枢内部买的人都被套在这里了，那么你一到这里面，他们就解套了，这就赶紧卖了嘛，对不对？很正常的。所以说中枢其实就是一个套牢盘，简单说的话，用通俗点的说，就是一个套牢盘。但好多人买的套在这里了，那么你冲到这里，他解套了，他肯定卖呀，卖压就重。
它只有力度非常强的时候，才有可能说，哎，这些被套的人可能要拿一拿不卖。但是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它不会那个什么的。你发现没有？这个反弹也没回去，168.12。然后这个哦，它只有一个中枢，sorry， 它只有2个中枢，这是一个，这是第二个。但是我们要看一下第二个中枢有没有9段，这是1、2、3、4、5、6、7、8，刚好第9笔是没回去，所以它只有8段没升级。也就是说，上面这个中枢跟第二个中枢的级别相同，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因为这是一个趋势下嘛，对吧？它可以再来一个3卖转2买的一个模型，那走反向。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有2买回来的话，是可以尝试。它如果说再次跌破前面这个小低点的话，如果说跌到162附近的话，给你一个2买，对吧？这个位置要抓一下，因为它可以直接走这个不被持的往上走，就是1和3不被持。然后可走5，甚至是在这里再做中枢，就是说这个位置有希望成为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这个158.81这个位置。所以说，1小时上如果说能够给到一次反向的2买的话，那你就去再盯一下它的15分钟上或者5分钟上它的内部，起码要相对的饱满一点，就是这种带中枢的还带离开的，5分钟上起码有这种结构的时候，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一个1小时那个2买了。你要买回来，你这样的话就希望这个抓到一个很理想的位置，看它能不能走反向。所以整体来讲，这个像谷歌也好，还有这些其他都差不多，图形上都差不多。你其实就看你个人对哪个有偏好一点。你是在160买的对吧？那么160买的现在是不知道你在这个位置168，它冲高没回到中枢点有没有减？但是你现在起码还是赚钱的。如果说再回到162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或者说如果说已经出掉的话，可以把出掉的买回来。还有2分钟时间，可以再看一个朋友 Hyper MVST， 简单说几句。他说的这个是 Holding Corporation，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图形，之前应该是没分析过。那么这个股价在17.12，盘子可能比较小，它是基本上一波上一波下，一个倒 V 转，对吧？那么就是一个以这个最低点，现在看能不能够以这里15.15这里起来，它这里在月线上反弹也不够比，周线上是应该有一个2买，潜在的一个2买。那么周线上现在是一笔上。然后下又上又下，对吧？周线上现在是有潜在做一个中枢，那么看一下周线上这个第3笔这个下有没有结束的迹象？从最高点这里下来的话，一笔反弹不够比，再次下来，所以说它的1小时上是一个，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日线，但是从日线上我们就能知道它的1小时上的结构，这是一笔下上下上，就是说它的结构走的太这个连贯了。我们现在也可以比较一下这3段周线上这3段的一个空间线，也是到了等比例的位置，就是说 17.38 跟这段的下跌跟这段最好是不要跌破 17.38， 最好是能够拉回到17.38之上，然后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够走反向，甚至是在这里震中枢，对吧？所以 17.38 如果说它不能够收回到 17.38 以上的话，那么的话就那什么了？哦，你问的是 MVST，sorry，Microvast。今天多用2分钟时间，因为它这个我给它讲错了，所以说我们多用2分钟时间。这是一个从 0.15 上来，然后周线上有过一段回落，看一下周线上这笔回落够不够比？周线上是够比了，然后日线上也是3段，刚才的结构差不多嘛，分析方法都是一样的，对吧？就是先看一下这3段有没有潜在的背驰位置，等比例在 0.93，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是它如果说能踩到120天的话，那就你可以尝试买一下，因为它这个1小时上肯定是带中枢的，买一下看它这个反弹的力度。
如果说能够强反的话，对吧？那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日线上这个中枢，日线上这里有一个中枢，看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强的。但是这只是一种情况。如果说只是一个弱的反弹的话，那就是在日线上做一个中枢之后再打低点，甚至去这个200天，也就是在等比例附近了。所以这个片的话，你就量力而为吧，毕竟盘子比较小，那么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明天继续，明天的话是直播1小时。